带伤进组却遭魔改，杨洋不让江山深陷加戏风波，真相曝光。2026年刚开年，内娱便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搅动得暗流汹涌。顶流演员杨洋主演的新剧《不让江山》于2月22日高调开机，本应是粉丝欢呼、媒体聚焦、资本看好的年度重磅项目，却在短短数日内从爆款预定滑向阴阳剧本魔改原著的舆论漩涡。这场风波来得迅猛而复杂，它不仅牵动着杨洋粉丝的神经，也触动了原著粉对于影视改编的敏感底线，更牵扯出当下内娱创作生态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：番位之争、配角加戏、资本倾斜、剧本注水、作者话语权边缘化等。一场本该风光无限的开机仪式，为何会在一夜之间成为争议的起点？在纷杂的爆料与回应背后，这究竟是一场误会，还是一次行业老问题的集中爆发？2月22日，《不让江山》正式官宣开机。作为年度重点古装大剧，杨洋的加盟本身就自带流量与话题。原著小说拥有庞大读者群，男主李治在书中形象鲜明、冷静睿智，谋略过人，成长线清晰，是标准意义上的大男主叙事。然而开机不到24小时，网络上便流传出所谓未定稿剧本数据对比。截图显示，男2号翟子路的戏份高达293场，而男主仅218场。在造型设计上，男主仅有3套粗布麻衣，男2却有8套精致华服。从戏份数量到视觉资源分配，差距显而易见。更令粉丝不安的是，有传言称李治的人设被降智改写，原著中极具策略感的高光桥段被拆解重组，甚至部分关键情节转移至男2角色身上。所谓阴阳剧本，即对外宣传大男主，对内却通过剧本结构弱化核心角色光芒，这一说法迅速发酵。在内娱语境中，阴阳剧本并非新词，它往往指招商阶段强调核心演员戏份与人物重要性，实际拍摄却通过加戏、改戏等方式重构叙事重心。此类情况曾多次引发粉丝维权与私翻争议，因此当相关数据在网络扩散时，情绪几乎瞬间被点燃。与此同时，开机现场的照片也成为舆论推波助澜的重要元素。画面中，杨洋左手缠着绷带现身，显然仍处恢复阶段。他此前已在社交平台回应手部骨折为意外，并表示正在恢复。原本这样的带伤进组理应成为敬业的正面案例，但在阴阳剧本背景下，画面却被重新解读，是否存在先让演员进组，再通过剧本调整削弱其戏份的操作？是否利用顶流名气完成招商，再将资源倾斜给其他角色？理性来看，这些质疑并无实锤，但在流量语境中，视觉冲击往往先于逻辑判断。带伤开机的画面叠加戏份对比数据，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叙事冲突。大男主是否只是名义上的？2月23日，《不让江山》剧组发布严正声明，声明要点包括：第一，网传剧本资料并非最终拍摄定稿，而是未定稿版本流出；第二，坚决否认阴阳剧本与私下加戏；第三，全体演员使用同一版本剧本；第四，杨洋伤情进组前已知晓，拍摄安排已做调整。随后，杨洋工作室转发声明，并以所有声音皆因热爱回应粉丝情绪，强调将为角色保驾护航。杨洋本人也呼吁专注角色创作。从公关节奏来看，剧方反应迅速，逻辑清晰，试图在舆论成型前进行灭火。然而，此类声明往往只能对事实层面进行否认，却难以消解粉丝的结构性不信任。因为在过往案例中，未定稿与拍摄版本差异并不罕见，真正引发焦虑的是改编方向与权力结构的不透明。真正将事件推向高潮的
是2月24日被发现的一个细节。原著作者之白曲关电视剧官方微博仅保留对杨洋的关注。此前开机当日，作者曾积极互动，甚至更换头像表达喜悦。短短2天内的态度转变，被解读为无声抗议。在影视改编产业链中，作者往往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。版权售出后，改编权力多掌握在制片方与编剧团队手中。作者是否参与剧本创作，是否拥有否决权，往往取决于合同条款。因此，当作者公开表达不满或采取象征性动作时，往往意味着内部存在分歧。即便取关行为本身并不能证明剧本问题，却在情绪层面提供了强烈信号，创作共识或许并未达成。事实上，魔改早已成为影视改编的高频词，其背后原因复杂。其一，资本导向。为满足多方投资方需求，剧本往往需要增加 CP 线，强化副线角色，导致主线叙事被稀释。其二，流量平衡。在双男主或多核心阵容下，番位敏感，戏份分配常成为博弈焦点。其三，招商逻辑。宣传阶段强调大男主有助于吸引粉丝与广告，但制作阶段可能因市场评估调整结构。其四，创作理念差异。编剧团队对人物理解可能与原著作者存在偏差。当这些因素叠加，便容易形成宣传版本与创作版本的落差。对于杨洋而言，这场风波既是风险，也是考验。作为顶流，它自带流量与讨论度，但也意味着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被放大。带伤进组原本可以塑造敬业形象，却在舆论语境下被裹挟进结构性争议。顶流演员在项目中的话语权并非绝对，尽管拥有商业价值，但剧本最终走向仍需多方协商。如何在保护自身角色完整性的同时维持行业合作，是一门复杂艺术。粉丝的焦虑并非空穴来风，近年来多起改编争议让原著粉形成提前预警机制，一旦发现潜在风险，便通过舆论施压，期望未拍先改。这种维权模式有其积极意义，推动透明化，但也存在风险过早定性，放大未证实信息。如何在理性监督与情绪失控之间取得平衡，是粉丝文化成熟的重要课题。目前不让江山尚处拍摄初期，所有争议仍停留在剧本与传闻层面，真正的答案终究要等到成片播出才能揭晓。但这场风波至少提醒行业，改编不仅是商业行为，更是创作契约。尊重原著精神，尊重演员价值，尊重观众期待，三者缺一不可。杨洋带伤进组是职业态度的体现，作者的取关是创作立场的表达，粉丝的焦虑是市场情绪的投射，剧方的声明是危机应对的必然。当资本、创作与流量交织在一起，每一步都需要更高的透明度与责任感。或许我们不必急于站队，与其在传闻中消耗，不如给作品一点时间。若最终呈现的是扎实的剧本、完整的人物与尊重原著的改编，那么所有争议都将成为过程中的插曲。而若事实证明担忧成真，那也将成为行业反思的重要样本。2026年的这场开机风波，也许只是又一次循环的开始，但我们仍然期待有一天，魔改不再成为常态，阴阳剧本成为历史名词，影视改编回归创作初心。届时，无论是杨洋还是任何演员，都能在真正尊重角色的环境中，交出无愧于观众的作品。在当下的影视生态中，番位早已不仅仅是演员排名的象征，更成为资源分配与话语权的代名词。所谓番位焦虑，本质上反映的是创作重心是否被尊重的问题。在不让江山的争议中，
外界之所以对293场对218场的戏份对比格外敏感，正是因为它触碰到了大男主叙事的核心逻辑。原著本身是一条围绕李赤成长与谋略展开的主线故事，如果剧版在结构上进行重组，本身并非绝对错误。影视改编需要节奏与视听表达的再创造，但问题在于改编是否建立在尊重原著精神的基础上。当副线角色的戏份扩张到足以改变叙事重心时，观众自然会质疑：这还是原来的故事吗？还是一个借可改编的全新结构？事实上，影视改编中戏份多戏份重的逻辑并非简单等号。一个角色场次多，可能只是承担叙事串联功能，而关键高光戏的分布才真正决定角色的分量。然而，在信息不透明的前提下，单纯数字对比足以形成情绪判断。这种不对称信息结构正是争议不断放大的根源。如果将视角拉远，不让江山的风波并非孤立，而是行业长期矛盾的缩影。近年来 ，IP 改编成为主流制作模式。成熟小说自带粉丝基础与市场验证，能够降低投资风险。然而 ，IP 的商业价值也使其成为多方资本博弈的筹码。一部大制作剧集往往涉及多家投资公司、平台方、制作团队，不同资本方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。有人看重演员流量，有人看重市场类型，有人更希望植入新进艺人资源。在这种结构下，剧本往往成为折中与妥协的结果。于是，我们看到一种现象：项目启动时以尊重原著作为核心卖点，但在实际操作中，为满足市场考量，不断调整人物关系与情节结构。最终，改编变成了加法工程，增加感情线，增加冲突点，增加角色存在感，却未必提升整体叙事质量。观众所反感的魔改，并非所有改动，而是缺乏逻辑支撑的改动；并非创新，而是偏离核心精神的拼贴。此次事件中，原著作者之白的取关行为被视为最大疑点。他之所以具有冲击力，是因为作者身份本身象征着创作源头。在理想状态下，作者参与改编能够为剧本提供精神指引。但在现实产业链中，作者的权利往往受限于合同条款。多数情况下，作者拥有署名权与顾问身份，却未必拥有最终剧本决策权。这就导致一种尴尬局面：当改编方向偏离原著时，作者可能表达不满，却缺乏实质干预能力。公众看到的只是社交平台上的微妙动作。然而，作者的态度具有象征意义。他提醒观众，改编不只是商业交易，更是文化再创作。如果原著创作者与影视团队缺乏充分沟通，矛盾便容易外溢成舆论事件。对于杨洋而言，不让江山原本被视为进一步巩固古装赛道的重要作品。从早期的偶像路线到近年来尝试更复杂角色，他的转型轨迹一直备受关注。顶流身份既是优势，也是压力。优势在于资源优先与关注度加持，压力则在于容错率极低。每一次选角，每一个项目都会被视为职业方向的风向标。带伤进组的画面强化了他敬业的公众形象，但如果最终作品口碑失利，外界往往只会记住结果，而忽略过程中的努力。这种舆论机制对演员来说极具挑战。因此，如何在项目初期就确保角色完整性与叙事核心，是顶流演员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。单纯依赖后期公关，无法替代前期创作把控。粉丝在当代影视产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，他们不仅是观众，更是舆论场的重要参与者。通过数据监控、剧本对比、造型分析等方式，粉丝形成了高度组织化的监督机制。这种监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制作方透明化，
也迫使剧组更加谨慎。但同时，情绪化放大与过度解读也可能伤及项目本身。例如，未定稿剧本流出是否等同于最终版本？戏份统计是否包含群戏与闪回？这些问题在信息缺失情况下难以判断。若过早形成定性结论，反而可能加剧对立。成熟的粉丝文化应当在表达诉求的同时保留理性空间。毕竟，真正决定作品质量的是完整成片，而非碎片化数据。不可忽视的是，社交平台算法机制加速了情绪传播。一个戏份对比截图，经过转发与解读，短时间内即可形成既定印象。在这种传播环境下，剧方若反应迟缓，往往会被贴上默认标签，即便及时声明，也难以完全扭转情绪。因此，项目方在 IP 改编中需要更主动的沟通策略，适度公开创作理念、改编方向说明，或许能够减少猜疑空间。信息真空是流言最肥沃的土壤。回到作品本身，不让江山仍在拍摄阶段，所有争议都停留在推测层面。真正的检验标准始终是播出后的口碑与市场反馈。如果剧集最终保留了理智的成长弧光，展现出完整而有力量的叙事，那么早期争议或许会成为宣传期的插曲。反之，若改编确实削弱核心人物，那么当前质疑也将被视为前兆。影视行业从来不是非黑即白，创作需要时间沉淀，也需要观众耐心。但行业信任的建立，同样依赖透明与诚意。不让江山的风波，折射出的是流量时代创作与资本之间的张力。当 IP 成为资本筹码，当番位成为流量标签，当数据成为情绪证据，真正的创作出新便容易被淹没。杨洋带伤进组是职业精神的体现，剧方发布声明是危机公关的必要，作者取关是创作立场的信号，粉丝发声是情感投入的表达。每一方都有其立场与逻辑，但最终所有立场都应回归一个问题：这是否是一个好故事？如果不让江山能够在尊重原著精神的前提下完成影视化创新，那么它或许会成为一次成功的改编案例。如果无法平衡商业诉求与叙事核心，那么这场风波也许只是更大争议的开端。2026年的开年震荡，既是一场舆论考验，也是一面行业镜子。它提醒创作者与资本方，观众的审美与判断力正在提升，简单的包装已难以说服市场。或许我们真正期待的，并非没有争议的项目，而是能够在争议中坚持创作底线的作品。当大幕落下，留在观众记忆中的，不会是戏份数字，也不会是取关截图，而是角色是否鲜活，故事是否动人。愿不让江山最终呈现的是一个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，也愿内娱的每一次风波都能成为推动行业进步的契机，而非又一次循环往复的遗憾。